最近世足賽開踢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比賽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這裡是清晨，我是晨晨。這一集要來分享這款足球擺設，可以放在桌面當裝飾。這款足球的做法超級簡單，只是需要花一點時間組合。我用了不同針法做出大小差異。黑色款使用十字短針來鈎織，做起來比較小顆，更緊實。藍色款使用一般短針，尺寸會稍微大一些。我在球裡面塞了貓薄荷，直接變成我們家貓咪的小玩具，讓家裡的主子一起享受世足熱潮。預告一下，下一集我會分享足球吊飾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，才不會錯過最新的教學影片哦。我是選用雪菲爾的小4股毛線，你也可以用一般的4股毛線，勾起來作品會再更大顆一點。喜歡我的影片，歡迎幫我按個喜歡，熱推影片。那我們就開鈎吧。首先使用 2.0 毫米的鈎針，搭配線材環形起針。因為黑色的線材比較不好看清楚針目，所以我會用藍色的線材來做示範。起針完成，開頭鈎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鈎針穿入線圈裡面，繞線帶出。鈎第一個短針，新手可以在第一個短針放上記號扣。接着在線圈裡面鈎織第二個短針，3、4、5。第一圈總共需要鈎5個短針，5個短針鈎完之後，將線圈拉緊。拆掉記號扣。在記號扣的針目，也就是第一個短針的針目裡面鈎織引拔針。第一圈完成，鈎織第二圈，開頭鈎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穿入剛剛引拔的同一個針目裡面，先鈎第一個短針，在第一個短針放上記號扣。同一個針目再鈎一個短針，一個針目鈎織2個短針，我們稱作短針加針。在下一個針目裡面，一樣是鈎織一組短針加針。第二圈的規律，在每個針目裡面都各鈎一組短針加針，鈎織5組，總共需要鈎織10個短針。5組短針加針鈎完之後，回到第一個短針的針目裡面鈎織引拔針。第二圈鈎織完成，接着鈎織第3圈，開頭鈎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裡面鈎織第一個短針，在第一個短針放上記號扣，在第二個針目裡面同時鈎3個短針，這是第一個短針，第二個，第三個，一個短針，下一個針目同時鈎3個短針，這樣我們看作是一組組合針。在下一個針目鈎一個短針，然後在下一個針目同一個針目裡面鈎3個短針，按照相同的規律鈎織5組，總共需要鈎織20個短針。這邊就請大家自行完成。整圈完成之後，結尾我們不需要引拔，先將鈎針上的線提起。有一點長度，直接將線剪斷。再來看一下這邊，這裡是記號扣的第一個短針針目，鈎針從織片的背面穿入第二個短針的針目，拿起結尾的線頭，繞線穿過這個第二個短針的針目。再來記號扣可以先拆掉，
先找到最後一個短針的針目，在這裡。如果看不清楚，可以先翻回正面，確認一下正確的位置。針目的背面這邊會有2根線，鈎針直接挑起這2根線，然後我們再拿起結尾的線頭，將它繞在鈎針上面，穿過這2根線，翻回正面，稍微將線頭拉一下，調整一下位置，拉成一個 V 字的大小，剛好蓋在第一個短針的針目上面，這樣子就完成一個漂亮的無痕結尾。剩下的2個線頭可以直接打死結，簡單打一下就好，不需要打太緊。打完之後留一點長度，直接剪掉就可以了。藍色或者黑色的織片，開頭是勾5個短針，最後勾起來會是一個5邊形。用相同的規律勾織白色織片，第一圈改成勾6個短針，最後勾起來會是一個6角形。藍色總共需要勾12個，白色是勾20個。再來，請大家先準備1個藍色跟5個白色織片，我們要來進行縫合。準備一小段藍色的線，將毛線拆成各2股線。拆開之後，記得要慢慢拉，不要一次拉太快，不然會很容易打結。把2股線穿入縫合針裡面。先拿起白色的織片，翻到背面，找到結尾線頭的位置，稍微將它拉一下，拉動就可以找到最後無痕結尾的這個針目。它剛好會在中間的位置，從中間往右數2個針目，找到針目遠離我們的半針，也就是內半針的位置，將針穿入內半針。再來拿起藍色的織片，用相同的方法翻到背面，拉動結尾的線頭，去找到最後一個無痕結尾的針目，剛好會在中間。這裡我們要換往左邊數2個針目，確認好位置，翻到背面，從背面穿入內半針，穿入的這2個內半針，我們把它看作是第一針。第一針穿入的位置剛好會是在5角形跟6角形的角落，記得要預留一點線頭，這樣我們後面比較好藏線。再來下一針，一樣是穿入2個織片的內半針。穿入第3針，後面的縫合沒有例外，都是穿入2個織片的內半針。第4針，第5針，白色連接藍色織片，需要縫5個針目。縫完5個針目之後，拿起第2個白色織片，用前面教的方式去找到邊邊中間的針目，再從中間往右數2個針目，去找到6邊形的角落。再拿起剛剛縫合好的織片，找到剛剛藍色織片最後線頭的這個地方，我們再重複穿入同一個針目裡面，這樣算作第1針。穿入第2針，一樣總共需要縫合5個針目。第3針，4，最後第5針。5個針目都縫完之後，就可以直接進行下一片白色織片的縫合。新的白色織片，記得都是要穿入剛剛藍色織片最後1針的這個位置，去進行第1針的縫合。
再請大家自行完成剩餘的4針。這邊我已經縫完了3個白色織片，剩下的2個白色縫合方式都是一模一樣的，每個邊邊都是縫5針。第5個白色織片最後一針，可以看一下，要穿入的位置應該是藍色織片的第1個內半針。再來換成縫2個白色織片，第1針穿入的位置是這裡剛剛最後一針的內半針，然後跟第1針的內半針。這邊我影片裡面是示範錯誤的，記得是調內半針了，我調到外半針了。再來都是用相同的縫合方式，總共需要縫合4針。縫完4個針目之後，先穿入白色的下一個內半針，拿出另一個藍色的織片，翻到背面，用剛剛前面教的方法去找到5邊形的角落位置，這裡就算作第1針。第2針一樣是需要縫5針。再來的縫合方式都是一模一樣的，白色織片連接藍色織片，每個邊邊都是要縫5針。第2個藍色縫完4個白色之後，剩下最後一個邊邊剛好跟我們第1個白色織片做連接，找到白色的角落穿入，再穿回藍色最後一針的位置，一樣是縫5針。如果你是按照我的縫合順序，這時候線頭會在中間的這個地方，我會將線先穿到織片背面，再把線帶到想要繼續縫合的地方，從背面穿出，繼續縫合這邊的2個白色織片。第1針要先穿入已經穿過的2個內半針，總共要縫4針。白色跟白色之間都是縫4針。那如果是要白色接藍色，一定是要先穿入白色的角落，再穿入藍色的角落去進行縫合。只要是白色接藍色，都一定是縫5針。按照這2個公式去將所有織片進行縫合。這邊我已經將所有織片都縫上去。藍色的周圍一定會有5個白色，另一邊也是，藍色周圍有5個白色，而每個白色的周圍都一定會有3個藍色跟3個白色。只要不要讓2個藍色相鄰，就一定不會出錯。中間一定會有像這樣子沒有縫到的邊邊，等到原本的線長度用完之後，再重新起線，找這種還沒有縫到的洞口開始縫。記得一定要預留一點線頭，盡量不要留太短。白色跟白色是縫4針，縫完之後穿入背面，把線帶到邊邊的地方，再穿回正面，剩下就繼續縫合。那剛剛我們預留的這個線頭啊，直接用縫合針把它藏進足球裡面就可以了。所有剩下的線頭都用相同的方式去藏線，建議是在把整個球縫起來之前，就先把多餘的線頭藏到後面去，因為你把整個球包起來之後，就很難再來回穿線。最後預留一個小洞口放入棉花，塞完之後繼續縫合，縫到剩下最後一個邊邊。覺得球還是有點軟，繼續補塞更多棉花，一定要把棉花塞好塞滿，球體才會更好看。最後用手去確認沒有凹陷的地方，就可以把剩下的洞口縫起來。這樣我們的足球就完成嘍。做起來的大小是不是比你想象中的大很多呢？雖然真的花了很多時間，但做起來真的超有成就感的。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們做好的心得。